最怕听到的就是真实事件改编，它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核潜艇事故，也是俄海军悲惨的一天。118名水手无一生还，同时71名孩子也失去了父亲。这艘巨大的核潜艇名叫库尔斯克号，是当时俄罗斯最大的核潜艇，被称为航空母舰的终结者，也号称永不沉没的潜水艇。但现实却被严重打脸。这天，库尔斯克号接到命令，前往500米深海进行一场声势浩大的军事演习。就连当时的英国海军也都在密切关注这场演习。本来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，可这时检查员却发现一颗红色核弹头鱼雷温度不断升高，于是他马上报告舰长，鱼雷内部温度正在上升，可能是里面的过氧化氢存在泄漏的迹象。但舰长却固执地下令，只有到达指定位置才能发射。水手打开了发射舱，准备发射鱼雷，而此时的鱼雷温度还在升高，已经超过了峰值148度。经验丰富的检查员越级向舰长请求发射，可舰长却以舰艇还未到达指定区域为由，拒绝了发射的要求。而这时的检查员也只能祈求上帝的保佑。可就在下一秒，鱼雷轰然爆炸，火焰瞬间吞没了整个鱼雷室，潜艇迅速向海底冲去。更可怕的是，鱼雷和炸弹全部被大火包围。队长见状，立马呼叫控制室，但此时的控制室已经变成了一片废墟。队长询问鱼雷爆炸的限定温度，水手回答是180度，可队长看到这时的温度表已经超过了200度。下一秒，核潜艇发生了更严重的爆炸，强大的冲击波在水中炸出了一个巨大的空洞，海水开始倒灌，核反应堆也开始不断的升温。如果不及时冷却，就会变成第2次的切尔诺贝利事件。这时，一名勇敢的士官决定独自前往关闭核反应堆，这也代表着他永远都不会回来了。幸运的是，爆炸时潜艇的中间部分闸门是关着的，海水没有淹到潜艇的后方。幸存人员也都撤到了潜艇的尾部，他们打着寒战面面相觑，不知道应该怎么办。队长见状，马上开始自救，首先清理所有舱位，清点储备，然后修理水泵，最后使用锤子每小时敲击4次，向外界传送求救信号。库尔斯克号因为内部发生爆炸，瘫痪在500米的深海里。地面指挥中心发现了爆炸，打死他们也不会想到，竟然会是自己的潜艇。军方派出了搜救艇侦察，这边舱里的水位还在不断上涨，水泵只能减缓海水倒灌，但却不能彻底隔绝，然后还要准备氧气发生器。搜救艇发现了他们，但却检测不到任何声音。为了确定是否有人生还，军方关闭了所有舰船的引擎。就在绝望之时，突然传来了敲击声，他们还活着。军方立刻下令展开营救。救援艇在水下找到了库尔斯克号，尝试对接的同时，水手们听到了对接的声音，开始兴奋地敲击船体。可是问题来了，救援艇对接失败了。在尝试了数次之后，电量被全部耗光，只能无奈返回充电。水手们再次陷入了绝望。可谁能想到，本该每年更换的接口轮圈，居然从来没有更换过。救援潜艇更是没人维护。军方问有没有备用电池，原来救援艇本来是有2只的，可其中1只竟被卖往了国外，供有钱人游览泰坦尼克号专用，就连备用电池也卖了。没有备用电池，充满一次电就需要12个小时。此时潜艇里的氧气已经所剩无几，他们需要前往被淹没的区域寻找氧气料盒。队长看着年轻的水手们，最后选择了一位老兵，两人深吸一口气，潜入了水中，不停地寻找着氧气料盒。可就在返回的途中，他们被一个闸门困住了。老兵终于还是没有撑住，队长使出了最后的力气，打开了闸门。他没有放弃老兵，水手们也打开了舱门，海水把2人冲了回来。幸运的是，老兵没有死，他恢复了呼吸。队长成功带回了氧气料盒，有了氧气，也给船员们带来了生的希望。很快，救援艇充满了电，并用火烧软了对接口的密封圈。救援艇2次下水进行对接，1次、2次，还是无法对接。电量耗光的同时，只能选择返回。军方无计可施，私自拨通了英海军的电话。军方将电话打给英军求助，没想到俄领导人警告军方，俄方拒绝外国的援助，然后又派人顶替了军方的位置，随后召开新闻发布会，公然欺骗水手的家属们。
随后，俄方高级领导与英军上校进行交谈，英军表示，有了他们的潜水员和设备，几个小时以内就可以救出所有船员。但俄方坚持，表示不需要帮助。其实，俄方担心的是潜艇的秘密曝光，所以拒绝了帮助。救援艇第3次下水，可最终还是失败了，电池耗光，只好再次返回。俄方这次彻底没了办法，只能求助外国了。潜艇里，水手们拿出了最后的食物，吃过了这顿饭，士兵们也将所有的希望交给了天意。可祸不单行，更换氧气的新兵因为喝了高度的伏特加，一时兴奋手滑了，将氧气料盒掉入了水中，瞬间发生了大爆炸，强力的燃烧夺走了他们最后的氧气。随后，船员们依偎在一起，不约而同地唱起了军歌，没有一个人惧怕死亡的到来。天亮后，英国人派出了救援，潜水员发现气闸已经被淹没了，打开舱门后，库尔斯克号的所有船员全部遇难，118名水手无一生还，71名孩子失去了自己的父亲。追悼会上，孩子们恶狠狠地盯着军方，拒绝和军方握手。就是这群人错误的决定，让他们永远失去了父亲。2000年库尔斯克号海难事件，与其说是一场天灾，不如说是人祸。明明有很多次机会可以救出幸存者，却因为国家的颜面与潜艇的机密，也错过了最好的救援时机。